晚宴的灯光柔和而华丽，我站在大厅一角，手持一杯气泡酒，感受着身后仿佛有一道灼热的目光。转过身，视线撞上一个年轻男子，他眼中满是震惊，像是见了不可思议的幻影。手中的高脚杯微微颤抖，浅金色的酒液洒出，险些从他指尖滑落。我皱眉打量这个西装笔挺的陌生人，他为何见到我会如此失态？请问您是许安然女士吗？他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平复情绪，声音仍有些不稳。是的，你是，我礼貌回应，心中却泛起疑惑。周子浩，星辰科技周总的儿子。他自我介绍，目光复杂。听到周总这个名字，一阵寒意从我脊背升起。周总，那个将我丈夫陈浩然一步步逼出公司的男人。那一刻，我从未料到这场偶遇会彻底改写我们的命运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周末清晨，我和陈浩然在阳台上享用早餐，阳光洒在木桌上，温暖而柔和，空气中弥漫着咖啡的香气。今天有啥计划？陈浩然端着杯子，笑眯眯地问我。得赶一份设计方案，估计得忙到中午。我无奈地耸肩，云锦设计最近单子多得有点喘不过气。陈浩然放下杯子，绕到我身后，轻轻揉着我的肩膀，别把自己累坏了，要不要我帮你瞅瞅？我笑着摇头，你不也忙着呢？周一不是得向新领导汇报吗？提到新领导，陈浩然的眼神闪过一丝异样。新来的周总，听说是个空降兵，带了一堆自己人，怕啥？你在星辰科技干了6年，哪个项目不是干得漂漂亮亮的？他再挑剔也找不出茬儿。我握住他的手，鼓励道：我和陈浩然是大学校友，他学软件工程，我学平面设计，毕业后没多久就结了婚。他在星辰科技从基层程序员一步步做到技术主管，负责公司最核心的系统开发，而我则经营着自己的设计工作室云锦设计。规模虽小，但在圈子里小有名气。我们的生活简单而充实，各自追逐事业，也共享着小确幸。周末一起逛古玩市场，假期去山里徒步。平时他在书房敲代码，我在旁边画设计稿，安静又默契。我们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延续下去。对了，晚上我请你吃饭。陈浩然突然说：哟，稀罕，咱家铁公鸡居然要请客。我故意逗他，啥铁公鸡？他假装生气，这不是庆祝你云锦设计3周年吗？你还记得？我有些感动。废话，你的大日子我能忘？他笑着揉了揉我的头发，那是我们最后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。彼时的我们还未察觉风暴即将来袭。周一晚上，陈浩然回家比平时晚了整整3小时。我听到钥匙转动的声音，从书房走出来，迎上他疲惫的身影。咋这么晚？我问。看到他脸色不太对，出啥事儿了？他脱下外套挂在衣架上，声音低沉：没啥大事，新领导上任，开了个马拉松会。周总，感觉咋样？我试探着问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挤出一个笑容：不好说，可能是他刚来，想立个威吧。咋了？他在会上为难你了？我追问。也没啥，就是他打断了我汇报，觉得我的方案有问题，要我重新做。陈浩然语气尽量轻松，但眼中的疲惫藏不住，可能就是新官上任想刷存在感吧。我安慰他，别往心里去。当时我以为只是小插曲，没想到这只是噩梦的开端。接下来的几天，
陈浩然变得沉默寡言，回家后很少提工作的事。直到某天晚上，他回来时脸色沉得像暴风雨前的天空。咋了？我递给他一杯温水，担忧地问。今天我的项目被调走了，给了周总的心腹李经理。他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。那个项目我花了3年心血，从头搭建的架构，啥理由？我气得手一抖，水差点洒出来，说是优化资源配置。他自嘲地笑笑。我被调去维护一个过时的系统，基本就是打杂，这也太离谱了。我火冒三丈。你没去找HR反映？没用，周总背景硬，是高层直接安排的。他摇头。而且他手法高明，表面上是正常调整，谁也挑不出毛病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情况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。陈浩然的工位被调到角落，远离团队，重要会议不叫他。他提的建议被周总当众否定，甚至他辛辛苦苦做出的成果，被李经理堂而皇之地抢了功劳。最让人窝火的是，陈浩然依然拼命工作，比以往更认真，像是要用成绩证明自己。可无论他多努力，周总似乎永远不满意。今天他又当着客户的面挑我的刺。某晚，陈浩然瘫在沙发上，眼神空洞。明明方案是他昨天签字通过的，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？我气得拍桌子。他到底为啥针对你？我也想知道。他揉着太阳穴，我压根儿没见过他，更别提得罪了。看着陈浩然日渐消瘦的脸庞和眼下的黑眼圈，我心疼得像被针扎。他曾经那么自信，那么意气风发，如今却被折磨得像个影子。3个月后，事情恶化到了极点。今天，周总给我扔了个新任务。陈浩然回家后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语气沉重，要我3天内搞定一套完整的系统优化方案，正常得1个月才能做完。3天，我气得差点跳起来，这不是故意整你吗？他还说，如果做不出来，就证明我不适合这个岗位。他苦笑，摆明了想让我出丑。他凭啥这样对你？我握住他的手，掌心全是冷汗。我也想不通。他低声说，更离谱的是，同事们开始躲着我。今天中午去食堂，以前的老搭档看见我就找借口走开，他们怕被你连累。我皱眉，可能吧，职场就这样，谁也不想跟失势的人沾边。他声音里满是苦涩。那天晚上，陈浩然熬到凌晨4点，第2天一早又爬起来继续干。看着他布满血丝的眼睛，我心如刀割。你不能再这么耗下去了。我把一杯热茶塞到他手里，再这样下去，你身体的垮。我知道，可他欲言又止，没有可是。我打断他，这不是能力问题，是有人故意害你。他沉默了许久，终于点头。你说的对，我得做决定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陈浩然的状态跌到谷底，他开始失眠。半夜，我常发现他坐在客厅的黑暗中发呆，我们之间的交流也少了，有时一晚上各自沉默，像陌生人。我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作为妻子，我得做点什么，要不考虑跳槽。某晚，我小心翼翼地提议，以你的本事，找个更好的公司不难，星辰6年，我付出了那么多。他声音哽咽，就这么走了，感觉像认输。这不是认输，是为了更好的开始。我握住他的手，有时候离开是为了找到更适合的舞台。他看着我，眼中闪过一丝光。你真这么觉得？当然，我笑起来，而且我有个大胆的想法。啥？他好奇地问。还记得咱们聊过的创业梦吗？现在或许是时候了。我眼中放光。你的技术，我的客户资源和设计能力，咱俩合伙干点大的。陈浩然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
你还真敢想。当然敢想，我拍拍他的肩膀。不过先找份新工作，攒点启动资金，然后咱们再大干一场。他点点头，眼中终于有了久违的火花。好，听你的。那一刻，我知道属于我们的转机要来了。转折点出现在一个平凡的周二。那天，陈浩然回家比平时早，脸上带着一种久违的平静和坚定。咋回事儿？我放下手里的平板，抬头问他。坐到我对面，语气平静。今天开会，周总把我的旧方案拿出来，说是他们团队的新成果，还在客户面前吹得天花乱坠。啥？我气得差点把杯子摔了。他也太不要脸了吧！我想反驳，他直接堵住我，说只看现在，不谈过去。陈浩然冷笑。更离谱的是，散会后我在茶水间听见他和李经理聊天。聊啥了？我追问。周总说陈浩然迟早会自己滚蛋，省得我们掏1分钱补偿。李经理还笑，要不要再给他加点料？周总说不急，慢慢玩死他。陈浩然语气平静，但我能感觉到他压抑的怒火。这也太恶心了。我攥紧拳头，这就是职场霸凌，所以我决定了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我要辞职。我愣了一下，虽然之前提过这茬，但听到他真下了决心，还是有点意外。你想好了？想好了，他坚定地说。但我要走得体面，不能让他们得逞。接下来的2周，陈浩然低调地投简历、跑面试，凭他的资历和能力，很快拿到了几家大公司的 offer。 启航科技给了我个技术总监的岗位，薪水比星辰高了40%。他把 offer 拿给我看，眼中有了光。太棒了！我兴奋地抱住他。啥时候入职？下个月。他说明天我先把辞职信交了，按规定走完1个月交接。周总会啥反应？我好奇，估计高兴的要放鞭炮。他笑笑，不过他不知道，这对我来说是种解放。第2天，他递交了辞职信。出乎意料，周总假装惊讶，还装模作样的挽留了几句，但很快就批了辞职，甚至免了交接期，让他立刻走人。看来他是真等不及了。陈浩然在电话里苦笑，别管他，新的开始更重要。我安慰道。就这样，陈浩然告别了6年的星辰科技，开启了人生新篇章。可我知道，他心里还有个疙瘩。为什么周总无缘无故针对他？陈浩然离职后，我们去海边小住了几天，散散心。回来后，他很快入职启航科技。新环境和新团队让他逐渐找回了从前的自信。某晚，我们坐在阳台上喝茶，月光洒在地板上，柔和而宁静。陈浩然突然说：安然，你之前提的创业。我认真想了想，哦，有戏，我来了兴趣。在启航这段时间，我接触了些新技术和市场，发现中小企业对智能化工具的需求很大。他眼中闪着光，你的设计加上我的技术，咱俩能干出点名堂。说说看。我兴奋地凑过去，他滔滔不绝地讲起计划，开发一套针对中小企业的智能管理平台，结合我的用户体验设计和他的系统优化专长，填补市场空白。现在市面上的工具要么贵得离谱，要么功能鸡肋，中小企业根本用不起。他分析道，咱们可以做个简单好用又实惠的系统。我想了想，觉得这点子靠谱。我有些客户正好是中小企业，可以先试着推给他们。就这样，我们的创业蓝图慢慢成型。陈浩然白天在启航上班，晚上和周末搞产品原型，我则优化界面设计，联系潜在客户。4个月后，产品初具雏形。我们给公司取名锦城科技，寓意锦绣前程。
创业初期，挑战接踵而至。我们把客厅改成临时工作室，经常熬到凌晨，偶尔为了一个功能或设计细节吵得不可开交，但最后总能找到最佳方案。今天跟老客户聊了，他们对咱们的系统挺感兴趣，想试用。某晚，我兴奋地告诉陈浩然，哪家？他问。青云传媒，一家中型广告公司，正好需要个管理工具。第一个客户的签约像一针强心剂，接下来2个月，通过口碑传播，我们又签了4家客户，业务增长让我们意识到是时候 all in 了。陈浩然从启航辞职，我们租了个小办公室，正式注册了锦城科技。我们还招了2个年轻人，一个搞技术支持，一个做客户对接。想不到半年不到，咱从2人变成6人小团队了。陈浩然感慨，而且收入比你在星辰时还高。我笑着补充，说起星辰，听说他们最近不太顺。他若有所思。我老同事张磊说，我走后，接手我项目的李经理搞得一团糟，周总现在焦头烂额，活该。我幸灾乐祸，谁让他当初那么对你？陈浩然却摇头，虽然周总不是东西，但星辰还有不少好同事，希望公司别出大乱子，影响他们。这就是我爱的陈浩然，即使被伤过，也不记仇。可我没他那么大度，一想到周总的嘴脸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。如果有机会，我非得让他知道，他错过了多优秀的人。某天，我收到一封邮件，来自科技创投协会的年度晚宴邀请。浩然，你看这个。我把邮件给他看，云锦设计被邀请参加晚宴。他瞅了一眼，这可是个好机会，能认识不少行业大佬。我点点头，扫到邮件底部的赞助商名单，愣住了。等等，星辰科技也在赞助商里，还是主要赞助商？陈浩然皱眉，那周总估计会去，要不我别去了。我试探着问，去干嘛不去？他坚定地说，这是对你工作室的认可，跟星辰没关系。况且咱们现在有锦城科技，我早不 care 周总了。那你去吗？我问。他想了想，我就不去了，没必要给自己找不痛快。你去吧，顺便给锦城打广告。就在这时，他的手机响了，是老同事张磊打来的。挂电话后，他若有所思。张磊说，星辰最近麻烦不断，我走后，李经理把项目搞砸了，大客户清风集团直接找董事长闹，要求换人。自找的。我冷笑，这晚宴说不定能探探内幕。他笑着摇头，你这好奇心又上来了。行，去打探吧，回来跟我八卦。周5晚上，我穿上一套低调又优雅的礼服，独自前往晚宴。临出门，陈浩然帮我整理了下裙摆。好好玩，别想那些糟心事。我笑着亲了他一下。放心，我去就回。晚宴在市中心一家豪华酒店举行，会场人头攒动，气氛热烈。我端着气泡酒，正观察四周，突然听到有人喊我，许安然。转头一看，是星辰科技的人事经理刘云。我和他在陈浩然还在星辰时见过几次，算熟人。刘姐，好久不见。我笑着打招呼，真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你。刘云惊讶，你现在咋样？云锦设计发展的还行，去年拿了几个奖，所以被邀请了。我解释，厉害。他点点头，然后压低声音，说实话，陈浩然走后，星辰乱成一锅粥，清风集团的项目都快黄了。周总现在被董事长盯着，压力山大。哦，咋回事？我假装惊讶。他瞅了眼四周，低声说，你走后，李经理接手你老公的项目，改得乱七八糟，客户不满意，直接投诉到高层了。
正说着，一个低沉的声音打断我们：“刘经理，你在这儿啊？”我转头一看，一个50多岁的中年男人走过来，西装革履，气场强大，正是周总。周总，刘云立刻换上职业微笑。我正跟徐女士聊呢，周总瞥了我一眼，礼貌但冷淡：“你好。”周总好。我平静回应，心里冷笑。这就是害我老公的人。刘经理，董事长找你有点事。周总说完，又对我点点头。失陪了。他们走后，我端着酒杯走向甜点区，心想，周总压根没认出我，也没把我当回事，看来想当面对他是不可能了。就在我准备拿块蛋糕时，身后又传来一道强烈的目光。我抬头，一个年轻男子站在几米外，盯着我，表情像见了鬼。他27、8岁，身形挺拔，穿着精致西装，长得颇为俊朗。我们的目光对上，他先是震惊，然后嘴巴微张，手里的酒杯抖得酒都洒了，差点摔地上。我一脸疑惑，他呆了几秒，调整表情，走过来：“请问您是许安然女士吗？”“是的，你是？”我礼貌回应。“周子浩，星辰科技周总的儿子。”他声音还有点抖。我点点头，脑子飞速运转。他为什么见到我会这样？难道认识我？见我没啥反应，他补充：“5年前，我在云锦设计实习过3个月，是您带的我。”我脑子里轰的一声，差点把酒杯摔了。记忆如潮水涌来。5年前确实有个叫周子浩的实习生，聪明但有点浮躁。我从没把这个毛头小子和周总联系起来。周子浩，我努力回忆，你是那个老爱改我设计稿的小子。他不好意思地笑了。对，就是我。没想到在这儿遇见您，真巧。确实巧。我强装镇定，心想，这世界也太小了吧。您的工作室现在很厉害，我一直关注着。他真诚地说，我一直把您当榜样。谢了。我笑笑。我现在除了云锦设计，还跟我老公开了家科技公司，搞智能管理平台。真的？他眼睛一亮。您老公是干技术的？我心跳加速。他不知道我老公是陈浩然。那周总针对陈浩然的原因是什么？是，他是架构师，之前在一家公司干了几年，现在我们一起创业。我谨慎回答，没提陈浩然的名字。太巧了，他兴奋地说，我们公司正缺个厉害的架构师，最近一个大项目卡壳了。哦，啥项目？我试探。他开始讲他们的技术难题，我越听越耳熟，这不就是陈浩然之前负责的清风项目吗？他一走，项目就崩了。正想着怎么套话，周总走了过来：“子浩，找你半天了。”周子浩忙介绍：“爸，这是许安然，云锦设计的老板，我的实习导师。”周总重新打量我，眼神多了几分惊讶。原来是你。是的，周总。我微笑。我们刚才打过招呼了。子浩老提起你，说你设计很有想法。周总语气热情了些。爸，你知道吗？徐姐不光有设计公司，还跟她老公开了家科技公司，专门做智能管理平台。周子浩兴奋地说，她老公还是架构师，正好是我们急需的人才。周总脸色微变。哦，你老公是干啥的？他语气带点嘲讽。不会是那种靠老婆资源吃饭的吧？这种人我见多了，表面是技术大拿，其实全靠老婆的人脉。这话像刀子一样刺中我，一瞬间一切都明白了。周总针对陈浩然，竟然是因为这种可笑的偏见。他知道我有云锦设计，就认定陈浩然是吃软饭的。爸，你咋这么说？周子浩尴尬地打圆场，不是每个跟厉害女人结婚的男人都靠老婆吧？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
是陈浩然打来的。抱歉，我接个电话。我对他们点点头，走开几步。安然，晚宴咋样？陈浩然的声音一如既往温柔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浩然，你绝对想不到我遇到了谁。电话里，我把晚宴的事一五一十告诉陈浩然。他听完后沉默了好一会儿。所以周总整我，就因为他觉得我是吃软饭的。他声音里满是荒谬。对，简直离谱。我压低声音，就因为周子浩提过我，他爸就脑补了这么多。他突然笑出声，先是小声，然后哈哈大笑。这也太扯了，我也被他逗笑了。是啊，简直像个烂俗剧本。那接下来咋办？他问，语气轻松了不少。我有个主意。我瞥了眼远处的周总父子，清风集团的项目，咱们接了。你确定？他认真起来。当然，这是个机会，既能展示咱们的实力，也能让某些人看看他们错得多离谱。我咬牙说，好，那就干。他笑了。要我现在过去吗？不用，今晚先让他们消化消化，明天咱们约个正式会面。挂了电话，我走回周总父子身边。周子浩看起来刚听了他爸说了什么，表情有点懵。徐姐，我爸说你老公以前在星辰干过。他试探着问。对，他是星辰最顶尖的架构师之一。我直视周总。周总，您现在应该明白为什么我老公能自己创业了吧？周总脸色铁青。我没关系，过去的事翻篇了。我打断他，语气平静但坚定。现在谈谈清风项目吧。我刚跟我合伙人通过电话，他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。明天上午10点，能否安排个会面？周总愣了一下，很快恢复职业态度。行，10点，星辰总部，10点没问题。但考虑到过去的事，我们希望在中立的地方谈，比如这家酒店的会议室。我提议。他沉默片刻，点头。好，我来安排。周子浩一脸迷雾。等等，我咋感觉错过了啥？爸，你跟徐姐老公啥过节？周总尴尬的咳嗽。这个回去再说。看着他窘迫的样子，我心里暗爽，但更多是感慨，一个荒唐的误会，竟让陈浩然受了这么多委屈。明天见。我礼貌告别，离开会场，走出酒店。我收到周子浩的短信。徐姐，对不起，我刚跟我爸聊了，我不知道他会因为我说的话误会陈哥，真的很抱歉。我停下脚步，回复，这不怪你，子浩，误会就是这样产生的，现在真相明了就好。开车回家路上，我百感交集，真相揭开让我松了口气，但一想到人性中的偏见能造成如此伤害，又觉得可悲。到家时，陈浩然在客厅等我，见我进门，他迎上来，咋样？晚宴好玩不？我挂好外套，叹气，结束了，还约了明天跟周总谈清风项目。他啥反应？他好奇，像被扇了一耳光。我忍不住笑，尤其知道自己误会你时，那脸都绿了。哈哈，值回票价。他也乐了。对了，你知道周子浩是谁不？我问。周总儿子呗。你电话里说了。不止，他还是5年前在我工作室实习的那个毛头小子。我笑。陈浩然惊呆了。啥？就是你老说的那个有天赋但老闯祸的实习生？就是他。我点头。现在他在星辰，跟着他爸。他摇头感叹，这世界也太小了。是啊，小得离谱。我靠在他肩上。明天准备好面对周总了吗？6年了，第一次我能说，我真的准备好了。他眼神坚定，不是为了报复，只是想证明他错的有多离谱。第二天，我们提前半小时到酒店会议室，带上精心准备的方案和演示材料，
打算用实力说话。陈浩然穿了套深灰色西装，气场沉稳。这一年创业让他多了份从容和自信。紧张不？我低声问。有点，但更多是期待。他笑笑。周总和周子浩准时到场，还带了李经理和几个技术人员。看到陈浩然，周总明显僵了一下。陈总，好久不见。周总伸出手，试图掩饰尴尬。周总，陈浩然淡定握手，不卑不亢。周子浩走过来，略显局促。陈总，我是周子浩，5年前在徐姐那儿实习过，听安然提过你。陈浩然友好地说，他说你设计很有灵气。周子浩挠挠头，那是徐姐教得好。寒暄后，会议开始。周总介绍清风项目的现状，系统性能瓶颈严重，核心功能频出问题，优化了多次，效果都不理想。李经理无奈地说。陈浩然听完，问了几个犀利的技术问题，直击要害，让星辰的技术员们频频点头。其实这套系统我再熟悉不过，他平静地说，因为它是我一手设计的。会议室瞬间安静，周总的脸色更难看了。我们分析了问题根源，并有了解决方案。陈浩然打开演示，开始讲解。他思路清晰，方案详尽，从技术到实施全盘考虑。在场的人，包括周总，都被他的专业折服。这个方案确实很全面。李经理忍不住说，我们之前没想到这些。大概需要多久？周总问，语气中没了之前的傲慢。核心重构3周，测试优化2周。陈浩然给出了明确答复，这比我们预计的快多了。周总惊讶，因为我了解系统，知道问题在哪儿。陈浩然平静地说，毫无炫耀。2小时后，我们达成合作，锦城科技接手清风项目。合同金额超预期，周总急于挽回客户信任，给了我们最大支持。签协议时，周总欲言又止，终于说，陈总，过去的事有些误会。陈浩然淡然点头，确实是误会，但现在没必要纠结。走出会议室，周子浩追上来，陈总，徐姐，能单独聊聊吗？我们来到大堂休息区，他深吸一口气，我想为我爸的行为道歉。他告诉我了，就因为我提了徐姐的事，他误以为陈总是，这太离谱了，确实离谱。我说，但这也说明偏见多容易让人犯错。我还想说，他犹豫了一下，听说我爸最近在公司处境不好，如果清风项目再砸，他可能得走人。那是他的选择，和我们无关。陈浩然平静地说，我知道你们完全可以拒绝合作，或狮子大开口。周子浩诚恳道，但你们没那么做，依然给出了专业方案，这份胸怀我很佩服。陈浩然笑了笑，生意归生意，恩怨归恩怨，我们是专业人，不会混淆。周子浩眼中闪着敬佩，陈总，我想加入锦城科技，我在 AI 和算法上有经验，或许能帮上忙。我和陈浩然都愣了，他认真想了想，我们公司小，待遇可能不如星辰。我不在乎待遇，周子浩急切地说，我想跟真正有能力的人学东西，你爸会同意？我问，他苦笑，他管不了我，我进星辰是他硬安排的。我早就想走自己的路。我和陈浩然对视一眼，达成默契。这样吧，陈浩然说，清风项目结束后，如果合作愉快，咱们再细谈。周子浩眼中燃起希望，谢谢陈总。接下来3周，我们全身心扑在清风项目上。陈浩然带队重构系统，我负责客户沟通。星辰那边，周子浩几乎包揽了协调工作，展现了出色的能力和责任感。第4周，
系统重构完成80%，性能提升了6倍，客户非常满意。陈总，这架构太牛了。周子浩在一次会议后感叹：硬件没变，速度却翻了几番，只是恢复了最初的设计逻辑。陈浩然谦虚道：之前改动太多，破坏了系统平衡。说真的，你走后，那些项目就像没了主心骨。周子浩叹气：李经理技术还行，但大局观差远了。没多久，星辰董事长王振华打来电话，说清风集团的 CEO 想了解项目进展，约2天后在星辰总部开会报会，所有关键人员都要到。王振华强调，尤其是锦城的核心团队。我把消息告诉陈浩然，他若有所思。董事长亲自打电话，这项目对星辰真不一般，准备好回星辰了吗？我问，知道这对他是个情感挑战，早准备好了。他笑，没包袱，只有期待。2天后，我们来到星辰总部，熟悉的大楼里，老同事们见到陈浩然，纷纷上前打招呼。陈总，你可算回来了，项目没你真不行。听说清风项目是你救活的，太牛了！这些热情让陈浩然有些感动，但他只是微笑回应。会议室里，星辰高管、技术团队、清风代表和几位董事都在。看到陈浩然，所有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。陈总、徐总，欢迎！王振华亲自起身迎接，让周总的脸色更复杂了。陈浩然从容汇报，展示系统优化成果。他的讲解深入浅出，连非技术出身的清风 CEO 都频频点头。太了不起了！清风的 CTO 激动地说：我们都准备放弃了，没想到能有这种效果。王振华也很满意。陈总，锦城科技的加入救了我们一命。他转向周总，周总，你有啥想说的？周总站起来，脸色僵硬。首先，感谢陈总和徐总的帮助。其次，他顿了顿，我想向陈总道歉。过去因为误会，我对你有偏见，让星辰失去了一位顶尖人才。会议室安静的掉根针都能听见，没人想到周总会公开认错。陈浩然平静点头，谢谢周总，误会既已澄清，就向前看吧。周子浩突然站起，我也想说几句。所有目光转向他，作为误会的起因，我也得道歉。他声音坚定。更重要的是，我想说，陈总和徐总的合作证明了什么是真正的伙伴。他们用实力打造了锦城科技，绝不是任何人靠出来的。周总脸色更难看了，但没说话。清风 CEO 一脸懵，这啥情况？有啥故事我不知道？王振华咳嗽一声，一些内部误会不重要，现在项目顺利，这才是重点。会议继续，王振华宣布星辰与锦城建立长期合作。董事们的眼神让周总坐立不安。会后，王振华请我们到他办公室私聊。陈总，你的离开是星辰的损失。他开门见山，有没考虑回来？陈浩然摇头，谢谢王董，但我和安然想专注发展锦城。王振华点点头，那就多合作。星辰有资源，锦城有创新，强强联合，我们欣然同意。临走前，王振华意味深长地说，周总的事公司会处理，管理上有些问题，董事会有数。走出大楼，陈浩然长舒一口气，感觉咋样？我问。挺平静。他笑，没有想象中的快感，只觉得一个阶段结束了，这不就是最好的结果？我握住他的手，用实力证明自己，让对方认错。他点头。最好的复仇不是击败谁，而是超越从前的自己。
清风项目顺利交付后，锦城科技迎来爆发式增长。星辰的推荐带来多个大客户，业务量半年翻了3倍。星辰内部也起了波澜，董事会对周总的管理方式不满，最终将他调去行政岗，形同降职。周子浩在项目后正式申请加入锦城，我们考虑再三，给了他机会。他很快成为 AI 部门的负责人，开发了多款创新应用，为公司开辟了新赛道。说实话，我一开始怕你们因为我爸对我有偏见。某次团建，周子浩坦白，陈浩然摇头，那样我们不就跟你爸一样了？用偏见对待偏见，只会让错误循环。周子浩感动地说，这也是我敬佩你的地方，陈总，你的大局观，我爸远远比不上。1年后，听说周总因健康原因提前退休，业内人都知道是他管理不善，人才流失导致的。听说了吗？我问陈浩然，他平静点头，早晚的事，啥感觉？我好奇，没啥特别的。他笑，1年前我可能还会有情绪，但现在只希望他能学到点教训。我靠在他肩上，你变了好多，经历这么多，不成长才怪。他温柔地说。1年后的春天，锦城科技已是业内新星，团队从6人扩到30人。我们搬进新办公室，还在另一座城市开了分公司。周子浩表现卓越，成为 AI 业务合伙人，带领团队开发新产品，客户群扩展到大型企业。公司周年庆那天，团队聚在一起分享故事。周子浩举杯，1年前我加入时，没想到我们能这么快腾飞，感谢陈总和徐总的远见。陈浩然摆手，是大家的努力，包括你，子浩，你的 AI 团队让公司上了新台阶。庆典后，我和陈浩然漫步回家，春风拂面，樱花飘落，城市笼罩在温暖的阳光里。还记得1年前吗？我问。当然，那会儿还在为清风项目熬夜。他笑，谁能想到1年后生活会变这样？我感慨，是啊，公司大了5倍，团队也更强了。他停下脚步，温柔地看向我，但最大的变化不是事业，而是他轻抚我微微隆起的腹部，眼中满是期待，我们即将迎来的新生命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